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气血对人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，气行则血行，气滞则血瘀。而提到血瘀，估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明明没有磕碰到哪里，身上却到处青一块紫一块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后又自行消失了。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血瘀体质。那么血瘀体质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瘀即血也，中医看来，血液凝滞就叫淤血。当体内血液运行不畅或淤血内阻，就是常说的血瘀体质。而形成血瘀体质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。一、气滞血瘀。正常情况下，血液是在血脉中自行运行的，当然主要是依赖于心脏泵血的功能。就好比生活中使用的水管，之所以可以灵活控制水流，靠的就是水闸的开启。可是心脏没有外力，又没有电流，它是怎么开启泵血功能的呢？靠的就是身体里流动的气推动。就像血管里的水不能自己流动，需要靠水压差形成的推动力。所以中医流传这么一个说法：气行则血行，气滞则血瘀。身体运行之气久久不畅，就会造成气滞。没有足够的气体推动，自然也就形成了血瘀的局面。2、寒凝血瘀。另一个形成淤血的常见原因就是寒凝血瘀。我们都知道，液体在足够低的温度下是会结成冰块的，血液也是如此。我们的血液只有在正常体温下，才能在血管中正常运行。如果机体处于寒冷的环境中，或者处在一种寒冷的状态下，我们的血液运行就会变得缓慢，如同冬天的水会结冰一样，血液凝聚成血块，阻滞在血管中。这也是为什么心肌梗死、脑梗死的病人往往在冬季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原因。3、血热。寒凝会血瘀，但血热也同样影响血瘀。血液在我们的机体内属于阴经的范畴，热伤筋，体内的水液少了的时候，血液就会浓变稠。这也是为何体热的人一般抽血时都较为困难，且抽出来的血一般颜色偏暗红、偏黑，很稠。要说历代名医里对淤血研究最为透彻的，莫过于王清任。武状元出身的王清任，因为从小舞刀弄枪，所以难免有些小磕碰，所以很多古代武术家对于活血化瘀之术多多少少都懂一些。而王清任则将自己对淤血的认识写入了书中，此书名为《医灵改错》，并以此创立了5大逐瘀汤，将从头到脚的淤血都囊括在内。逐瘀是一种治疗方法，它的对应症候是淤血。淤血作为病症名称，首见于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中。虽然该篇未载活血化瘀方药，但在其他篇幅却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名方，如下淤血汤、桃仁承气汤、桂枝茯苓丸、大黄杜丹皮汤等。而王清任在继承经方的基础上，针对不同的淤血症创制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逐瘀汤，常用的有14首，有知名逐瘀的，如血府逐瘀汤、膈下逐瘀汤、少腹逐瘀汤、身痛逐瘀汤、通经逐瘀汤、会厌逐瘀汤等，计6首。有的虽未名逐瘀，但其逐瘀功效亦非常明显，如补阳还五汤、通窍活血汤、解毒活血汤、止泻调中汤、急救回阳汤、助阳止痒汤、足胃和荣汤、癫狂梦醒汤等，计8首。这些逐瘀汤类方式对经方的继承，至今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临床效应。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著名的5大逐瘀汤。1、血府逐瘀汤。王清任以隔膜为界，将人体分为2段，
隔膜以上即肺、心左右气门，称为血府。心、肺是人体的循环系统，主要进行血液与其他的交换与运行。因此王清任描述隔膜以上满腔皆血。血府逐瘀汤是因血府血瘀而立，因淤血阻碍导致气血循环交换发生故障，影响心血行、肺行气的正常运作。患者常见胸痛、胸不任重物、憋闷、夜不安，与现代心律失常、冠心病、循环系统疾病等类似。血府逐瘀汤的组方以红花、生地、桃仁等活血化瘀，更有柴胡、桔梗生提上行，引药直达血府，同时配合牛膝引血下行，给淤血以出路。血府逐瘀汤配方：当归9克，生地9克，赤芍9克，川芎6克，桃仁12克，红花9克，枳壳6克，柴胡3克，甘草3克，桔梗6克，川牛膝9克。2. 膈下逐瘀汤。王清任认为，中焦分为肝系和胃系2个系统，包括肝、胆、脾、胃、肠等腹脏。脾运化散精功能与中焦气机升降是否正常有着密切关系。利膈下逐瘀汤治肚腹血瘀之症，所治疗包括积块、小儿痞块、肚腹疼痛、腹坠、久泻。王氏指出，肚大青筋是主要特征，论肾泄、论久泻，则指出病之根本是胃总体淤血过多，脏器位置相连，均在腹部，功能相似，与饮食水谷消化、吸收、传输密切相关。膈下逐瘀汤组方，除用当归、桃仁等活血化瘀，更加入乌药、香附、五灵脂等归经肝、胆、脾、胃之品，从而保证了该方的作用部位集中于中焦肝胃。现代膈下逐瘀汤多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，如治疗晚期胰腺癌、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脾功能亢进。膈下逐瘀汤配方：当归9克，川芎9克，桃仁9克，五灵脂9克，丹皮9克，乌药4.5克，香附9克，红花6克，玄胡4.5克，枳壳4.5克。3. 少腹逐瘀汤。下焦搜细、眼细，包括包公、卵巢、睾丸、输卵管、膀胱、输尿管等生殖泌尿器，属盆腔系统，主人体生殖和泌尿系功能。少腹逐瘀汤为王清任为少腹淤血所立，此方主治经、带、胎、产等生殖系统疾病，如治疗无子、小产、腹痛等。从方药组成看，少腹逐瘀汤中小茴香、肉桂、干姜温下元、暖包公能够引药直达少腹。现代临床中，少腹逐瘀汤也常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，如男性尿道综合症、慢性盆腔炎、不孕症等。少腹逐瘀汤配方：炒小茴香7粒，炒干姜3克，盐胡索3克，没药6克，当归9克，川芎6克，官桂3克，赤芍6克，生蒲黄9克，炒五灵脂6克。4. 身痛逐瘀汤。髓系即周围神经系统，与脑系主观思维意识活动不同，髓系主要调控肢体的运动和感觉，经络疾病、骨系统疾病、肌肉疾病等运动相关类疾患均属髓系病变。王氏认为，凡肩痛、臂痛、腰痛、腿痛或周身疼痛，总名曰痹症，组方看，除当归、川芎等活血化瘀外，更有秦椒羌活、地龙之通行经络、牛膝于此方，则取其疏经活血、善治痿痹拘挛之功用，因而全方具有通经活血、祛风除湿功效。身痛逐瘀汤配方：桃仁9克，红花9克，川芎6克，当归9克，五灵脂6克，没药6克，香附3克，川牛膝9克，地龙6克，秦椒3克，
羌活3克，甘草6克。5. 通窍逐瘀汤。王清任通过对人体解剖，突出强调人体顶胶颅腔的问题，有必要将脑的功能明确独立出来。王观察到颅腔及脑的形态与结构，故提出灵机记性不在于心，在脑，并以小儿囟门生长过程及羊羔风发作为例，作为灵机在脑之证据。其所立通窍活血汤主治以头发脱落、耳聋、白癜风等头面部疾病为主，方中除用桃仁、红花、赤芍等活血化瘀药之外，麝香一味实为全方核心药，即通窍全凭好麝香。通窍活血汤所治病症以脑部疾病为主，包括多种精神及神经系统疾患。同时，由于顶胶脑部直接接触外界，风池、风府成为风、寒、毒、疫等戾气入侵的门户，故脑系易受风、寒等外邪侵袭。通窍活血汤中老葱、生姜、黄酒则具有发散驱邪功用，兼顾了外邪易侵的病理特点。通窍活血汤：赤芍3克，川芎3克，桃仁9克，红枣7个，红花9克，老葱3根，鲜姜9克，麝香0.15克。综上所述，发展气血理论，根据调气活血的组方，创立一系列经典活血化瘀方剂，是王清任于医学之贡献，也为后世病症留下宝贵的中医经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